鰻鱼料理作为日本最珍贵的料理之一，如果不在本地吃上正宗的一顿，你可能还真不知道，这么小一条鱼还可以吃到这么多东西。啊什么？最近不知道是不是狂飙看多了，就是看着我总想吃鱼。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啊！怎么感觉我每年来京都的次数比我吃鸡的次数还多？再加上看了失之愈合的新剧，真好看。果然京都的餐厅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非常的难找。现在在两堵墙的中间，但问题是这一店它都还开了这么多年。对对。啊，じゃあ簡単でお願いします。你们知道在日本吃一顿鳗鱼可以吃到多少东西吗？算了，我们直接开始看今天的前菜。这个缠在一起的就是鳗鱼骨，我特别的喜欢，就是不能打包卖。嚼碎之后的味道特别像鱼皮油渣，嚼鳗鱼骨头是最香的。然后是照烧口味的烤鳗鱼干，那个照烧酱蘸了也压制不住鳗鱼干的那个茶的味道。肚子上面的肉很细腻，口感比较像芋泥。这个是凉拌黄瓜鳗，它吃起来像是经历过很多感情之后的清心寡欲啊。然后开始今天的正菜，鳗鱼料理里面一般都会有的鳗鱼蒸蛋，它居然用的不是日式茶杯，而成都盖碗茶的那个碗，好实在啊！大家一入口那个鳗鱼的鲜味就会灌到你的鼻子里面，你要仔细嚼了之后才能吃到鸡蛋的味道。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鳗鱼的一道菜，味觉修正水。修正一下，因为我们下一盘菜是清淡的鲤鱼，这个菜叫鲤鱼小杂。为什么鳗鱼料理里面要吃鲤鱼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有什么典故吧。鲤鱼的肉吃起来非常像很脆的甜雕。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非常的引人不适，就是大家会在你的面前片鱼，这个也是正宗鳗鱼店里面的一个表演活动。我都不知道我对上焦了没。你看，接着大家会趁着肉最嫩的时候做成天妇罗，为了保证最好的口感，这个白色像玉米笋的是鳗鱼籽，口感非常的奇怪，像是不会跳的糖，好神奇的口感。蔬菜之王青椒，刚端上来的时候还在冒泡。鳗鱼本身就不多的油水，它全部保留在了里面。鳗鱼天妇罗真的是人间美之一，我觉得。现片的鳗鱼肉会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味，咬下去那种酥脆的声音，很像是拿破仑一刀切下去的感觉。他们家把肉里面的汁水都锁得特别的好，很讲究。然后我们点的是他们家最好的鳗鱼饭，土锅鰻鱼饭，主要是因为它能吃到锅巴。我跟你们说超香，开盖的一瞬间，当你看到那个油脂的反光，你就会无法控制分泌唾液。它和关东的鳗鱼盒饭非常的不一样，吃法的话分为3个步骤，所以也叫鳗鱼三吃。它这个锅巴太巴了，我操！鳗鱼的料汁不是纯纯的照烧，有一点像红烧肉盖饭的那个味道，特别的下饭。把鳗鱼和锅巴叠在一起，在嘴里嚼碎之后，你就会知道山珍海味。我觉得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了。第2碗的吃法很简单，就是在第1碗上面加一些山椒和芥末，更像一个风味料理。第3碗的吃法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鳗鱼茶泡饭，它的感觉像是我在四川第一次吃鸡汤饭。它把那个锅巴都泡软了，就是那个饭你都不用怎么嚼，它就滑进你的胃里了，而且茶香正好中和了鳗鱼的油腻。冬天特别适合吃这个，感觉又可以活到150了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黄豆大福，非常的京都。所以你们觉得关西风的鳗鱼怎么样？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真好吃，可以带朋友来。弄 Tele Plus 我找。我觉得今天这家店是真的把我可爱到了，每道菜用的什么食材都还专门写给你看。在日本有很多这种寿喜烧的老店，真的是非常老的那种，藏得很隐秘就不说了，还很不好约，耍什么大牌啊？又到了吃寿喜烧的日子，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啊！日本这种贵到死的寿喜烧店都什么样子？予約したの龍です。龍です。はい、すき焼きは2回ですね。はい、今ご案内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对，进这种店的第一步一般都是脱鞋，然后你们就会发现，把我们带上楼的、带进房间的，再是介绍菜单的，最后是帮我们烤肉的，是4个不同的姐姐，感觉莫名的高端。点菜的流程非常复杂，但总结下来其实就是超贵跟巨贵2个选项。说回刚才的前菜，还好这家店的前菜只有1道，这道菜就叫水无月。这其实里面每一小坨都还挺精致的。这个是鸡蛋红豆糕，吃起来像那种微微泛甜的鸡蛋布丁，我喜欢。然后是一块不知道涂了什么酱的烤鱼，这面是芹菜的碎末，非常清奇的搭配。然后是一小颗牛肉，他们专门在牛肉的外面涂了一层牛肉末。接着是一些6月限定的蔬菜，然后上了2盘巨可爱的刺身拼盘，这颜值比味道还要好。鲷鱼、金枪鱼跟乌贼蘸酱油就可以吃了，但海胆还是要好好品味的。拼盘最上面是一坨和牛寿司，肉只有外面的一圈是熟的，吃起来巨嫩，特别美妙。然后是一份类似茄子煲的东西，它这个味道真的是巨奶，就像加了奶油一样。里面的鱼肉还特别下饭。真好吃，烤的2条鲶鱼就还一般，不过刺儿都是挑走了的。然后又是一份特别可爱的菜，烤和牛，看看这个肉质，软的像夹了一坨雪花，一次吃2坨，巨软。不知为什么又想听莫文蔚的歌了。然后看到阿姨悄悄的把锅端了进来，我就知道我们要到最后的主菜了，一份寿喜烧，一份小火锅。这个也是阿姨全程帮我们弄，我们就不糟蹋了。吃之前还要介绍一下各个蔬菜的产地。然后2个套餐里面总共有6片和牛，其实已经很多了哈。然后都是6种不同的吃法，特有仪式感。第一片是蘸着生鸡蛋液吃，哇，这个生鸡蛋液可以把和牛脂肪的那个甘甜给衬托出来。然后是柠檬秋葵味儿，又是奇怪的组合呢。火锅涮的就完全不同，缠绕着这种蔬菜的清香。
然后这种高级餐厅的甜品你们都懂的，肯定会是什么昂贵的水果。阿鸡推荐指数9分。烤鸭。和牛是日本从1956年起改良牛中最成功的品种，也是全球公认的最优秀的肉用牛。所以就算日本人没身份证，但这牛必须得有，就这么拽。又到了吃和牛的日子。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一家店，它在日本的和牛界非常的有名。其实日本的很多大佬都很选择这家店谈生意。他家在银座，这是一个日本富人很爱消费的地方，好东西很多，但都很贵，可能我这辈子都逛不起。哎，好了，不要讲那么多废话，再讲一点吧。こんばんは。17時半予約した量です。2人で。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前菜的设计非常奢华，一个小木盒子里面装了鱼子酱、和牛、海胆，鱼子酱的爆破感加上海胆的鲜甜，我怎么感觉这个菜可以单飞？我第一次前菜吃出了过瘾的感觉。在他家吃肉的体验会很好，会有一个非常专业的烤肉师。里脊算是和牛里面比较瘦的，但就算这样一口下去都很软，因为它的肌肉里面还是挤满了很多脂肪。里脊也是牛身上最稀有、最珍贵的部位，只有吃里脊的时候才会有那种感悟，原来牛肉本身是有味道的。软而是那样少一坨不油腻的固体脂肪。后切牛舌是最难烤的一个部位，这一块是舌根肉，舌头上面最软最肥的部分。嚼牛舌真的是一种享受。其实我觉得不仅柠檬更好吃，因为我喜欢粉色部分那个奶味儿，又韧又软，也只有和牛的牛舌才能做到这种感觉。每一次吃横膈膜肉，咀嚼的每一下里面都有水冒出来，你能喝到牛肉汤。而且他家每一块肉的调味都不一样，淡淡的孜然味就很像烧烤。他家的沙拉真的很厉害，是用熟成的牛舌来做的，当然还是沙拉。看看烤和牛虽然真的很好，但是多吃2口就会很腻。这个时候来一口白桃味的元气森林真的太解腻了，气泡很足也很清爽，白桃味很浓郁，但又不会很甜腻。像平时吃烤肉搭配这种气泡水，中和油腻，烤肉才会越吃越香。好了，继续吃肉。这是一块介于牛胸跟牛腹之间的肉，其实就是胸腹隔膜，比普通的横膈膜肉更肥一点，透着光看就是雪花分布的更漂亮。可能这个牛肉翡翠吧，进嘴特别像牛肉版的咸烧白，嚼得你满口油香。横膈膜是后牛汤，这个就是后牛油。这是一片很常见的横切牛舌，从舌尖切到了舌根，没那么软，但是比较脆嫩，吃起来会有嚼内脏的感觉。我还挺喜欢这个细细。然后是一片牛腿肉，还配了个米饭。我特别喜欢和牛寿司，带着肉香的米饭，中国味一下会被满足，是他们家最贵的一道菜。下面把三明治烤脆，然后会夹着牛里脊最中间的那个部分。对不起郑中基老师，光是制作它的过程看着就很享受，边角料会单独切下来蘸盐吃，这是非常柔和的味道。外面一层吃起来又薄又脆，因为它是油炸的，所以能够锁住很多油水。烤得温热酥脆的吐司，加上鲜嫩多汁的和牛，还刷了一层微辣带着果香的酱汁。它那个肉的质感和虾很像，吃完特别的满足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后牛三明治。然后是一片水煮的薄切里脊肉，蘸上他们家特制的咸蛋黄鸡蛋泡泡，再加上了黑松露之后，就是你已经能闻到扑面而来的汽油味了。它很像坚果蛋黄酱包裹着和牛，鸡蛋泡泡里面还有神奇的颗粒感，就像麦丽素的心，脆甜脆甜的。它还是很贴心的，给你上了一碗饭，直接泡在刚才那个汽油蛋液里。这一口饭承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黑芝麻雪糕，有点像冰淇淋版的铜锣烧。果然这家店出名还是有原因的。阿鸡推荐指数9分，打个样，就是没吃饱。